你好，我是阿力。昨天有关狗狗币所出来的所有的利好，我在这个油管的社区帖子里面都分享给大家看了。那么我昨天晚上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观点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事情可能呢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表象那么简单。那么我想试着去探索一下，去摸索一下，那么看看到底能不能发现一些什么。但是昨天我感觉我的思路还不成熟。那么今天过了一个晚上，我重新尝试来跟大家理一理我的思路。首先在这个信息方面，在这个美国西部时间5月13日下午2点12分的时候CNBC 传来了消息说 Coinbase 即将在未来的6到8周上线狗狗币。那么这个消息一经出来，狗狗币立马就止跌回升了。我们可以看得出大约是在6月底到7月初的这个时间段呢，狗狗币在 Coinbase 会上线。那么 Coinbase 的事情我们会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仔细的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我们首先还是来说马斯克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马斯克发推文继续攻击比特币，说他个人呢是非常坚定的相信加密货币，但是呢这个不能建立在大量的增加化石燃料的这个前提之下，尤其是煤炭。那么时间过去1个半小时之后，马斯克发推文说正在与狗狗币的开发人员沟通，要提高狗狗币的支付效率。我们都知道狗狗币的支付时间目前是1分钟，如果说再次提高效率的话，那么是真的是潜力无限那么紧接着马斯克发了一个特斯拉的车内部的图片，那么上面的显示器写着不要惊慌。这句话呢其实在 Reddit 狗狗论坛里面是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汇，很多小伙伴们都非常的清楚。那么看到马斯克发这句话，意思就是狗狗币暂时安全了，大家就不要惊慌，尤其是遇到大跌的时候不要惊慌。那么以上呢就是全部昨天出现的一些好消息，但是目前大家对于这个特斯拉是不是支持狗狗币支付这件事情还是带有非常大的这个期望的，一旦这个消息落实了，将会带来更大的这个涨幅。其实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所有人都看到的这个消息了，我刚才也讲过了，我们是把重点放在一个大家都忽略了的这个马斯克推文上面。那么在这些利好的推文之前，其实马斯克还发了这么一条推他说是时候征收碳税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碳税。那么碳税呢是针对某些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商品或者是服务，依照排放量来征收的一种环境税。那么目前呢这个全球有40多个国家征收这个碳税美国还没有那么二氧化碳被认为是造成全球暖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碳税的设置意图呢就是通过税收的手段抑制向大气中排放过量的二氧化碳，从而减缓气候变暖的这个进程。那么碳税在运输和能源部门都是非常常见的。那么从上面这个解释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碳税的征收对象它其实就是传统的行业那么传统行业尤其是依靠化石燃料的这些传统行业，在未来的日子肯定是不会好过的。那么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碳中和的这个概念很多人都说以后谁掌握了碳排放的这个权利，谁将会在未来的30年成为亿万富翁。那么关于碳中和我们有时间可以专门做一期节目来好好聊一下。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么马斯克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向拜登政府建议征收碳税了。那么这个时候昨天再次提出来了，用意就非常明显了，他就是要向传统行业向资本的中心宣战。那么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这个巧合呢还是这个天意马斯克的这种提议呢正好呢他是迎合了拜登政府的这种想法。我们都知道拜登一上台就重新加入了巴黎气候协议，一切都是刚刚好那么马斯克的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就算是华尔街最牛的人他也表示服气。为什么？你华尔街不还得依仗着政府吗？你敢跟政府对着干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政府的面前所有人都得点头哈腰。那么马斯克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天时地利人和，以一种4两拨千斤的手法向比特币开刀了。那么马斯克所使用的这种手法其实呢就是狗狗币就是持有者所使用的一种方法，对吧？那么话又说回来，这个他的这种组合拳确实是伤了很多比特币支持者们他们的心甚至我们的这个观众群体里面也有很多人是重仓比特币的。那么马斯克的重拳确实伤了很多人的心。那么这2天在网上骂他的人几乎呢都是以前马斯克的铁粉。但是我们想一下拥有比特币的人是不是都已经买得起特斯拉了，对吧？你前一段时间6万多的时候你卖一个比特币
就可以买一辆特斯拉了。而狗狗币的拥有者绝大部分人是买不起特斯拉的，对吧？因为价格太便宜了，除非你拥有海量的狗狗币，对吧？成为百万富翁才可以的。那么面对如此众多的小弟们，马斯克的野心呢，是不是想让大家先富裕起来，然后呢，等你有了钱一起买他的特斯拉呢？我们好好想一下，这个马斯克放弃比特币真的是因为环境污染吗？我觉得根本就不是啊。我们上次视频简单的探索了一下，很多小伙伴们觉得不过瘾，我们今天再展开一点啊。那么首先声明一下，我所讲的呢都是基于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认知啊，并不构成真实的投资建议。那么我们接着说啊，这一切还是这个马斯克上车比特币太晚跟这个有关系。那么他在币圈啊，现在只能说算是一个小弟，根本就没有这个说话的份，拥有的比特币的数量也不多。其实我觉得这个数量的吧也无所谓啊，主要是背后的这个资金，他还有这些资本啊，处处跟他过不去，这才是最闹心的啊。就说你说马斯克做个电瓶车啊，几乎被华尔街所有的人联手一起来做空，连巴菲特都不看好他。那么这背后的逻辑其实还是很清晰的，就是啊，马斯克他动了传统行业的这个蛋糕了。那么现在好了，马斯克不仅要动传统行业，还要动传统能源了，连根拔起。那么这是何等的气魄啊！其实我讲到这儿，我还是免不了替马斯克捏把汗啊，哥们儿，得小心一点了。要是有个3长2短的话，那么我们的狗狗币岂不是没有爹的孩子了，对吧？就是还是小心为好。但是呢，有一点啊，我们回顾马斯克所有的这个创业的这个过程啊，创业这个20多年来，虽然呢他是有坎坷，但是罕见失败，这是让这个所有人都对他产生这种信心的这个根本。那么我自己呢也是100%的相信他。那么我昨天呢就在特斯拉的网站上预定了一个 Cybertruck， 等我们频道粉丝过10万的那一天，我想这辆车我应该是可以拿到手的。其实呢，马斯克这么做的目的呢，无非就是想要带领大家赶紧上车狗狗币，对吧？让狗狗币的市值在未来的某一天超越比特币。那么我这么说一定会有人觉得不可思议啊，但是你看看现在的这个世界啊，那么到底是黄金的这个体量市值大的，还是说全世界所有的法币加起来的市值大呢？那么肯定是这个所有的法币的市值加起来大，对吧？那么同样的道理，我觉得目前如果说把比特币比作黄金，应该没有人有不同意见了吧？那么问题就是狗狗币它到底能不能成为未来的流通货币？那么这个不仅仅啊是需要马斯克一个人的力气啊，那么还是需要所有狗狗币爱好者共同的努力。那么这条路是非常长啊，非常的不好走。并不是说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让政府呢去放弃法币而采用狗狗币。那么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政府在这条路上根本就毫无招架之力。那么谁率先看懂了，然后顺应潮流了，上车了，那么谁就率先吃到红利，就是这么简单。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一下为什么 Coinbase 在昨天宣布将上线狗狗币。我们前面讲过灰度做空狗狗币的事情，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么灰度和 Coinbase 同属于 DCG 这家公司啊。那么 Coinbase 拥有超过4000万的用户，上线狗狗币的说法已经不是1天2天了。那么灰度前2天的公开做空，也让很多人都分析你是不是故意打压价格，在低处大量的买入吸入这个低价的这个狗狗币，这是有可能的，对吧？那么我之前也讲过 Coinbase 只要上线狗狗币，那就不是几十美分这个量级了，因为买入的人会越来越多，买入的人越来越多，宣传的越来越多，那么就像滚雪球一样，这个几乎世界上这个大大小小的角落都会传遍狗狗币的消息。那么到这一天的时候啊，狗狗币会上一个台阶，那么 Coinbase 也会因为狗狗币的上线而赚得盆满钵满。那么昨天 Coinbase 第一季度的这个财报啊，首份的这个上市之后首份的财报它也出来了，财报显示2021年第一季度Coinbase 的总营收约为18亿美元，净利润是7.7亿美元与去年的这个同期3197万元相比增长了超过23倍。但是呢，我在这里还不得不提一句如果说 Coinbase 真的是上线狗狗币之后，那么狗狗币的价格的波动可能会更大，因为交易所他们就是要这个在必要的时候操纵一下市场，然后带来巨大的一个波动，让无数人爆仓收割保证金。那么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一定不要加杠杆，不要做合约你在交易所的眼里面，除了是一根茁壮成长的韭菜，啥也不是，对吧？
好，那么我们今天先分享这么多嘛，愿你和我共同进步，一起发财 ，peace。